吸引用户喜欢迷你工作站的原因，就是它具有应对不同场景的更多的可能性。它可能是多网口软路由、万兆全闪 NAS， 一台可以持续升级显卡的图形工作站、游戏机，一台迷你 AI 服务器。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从 1.7 升到 4.8 升的迷你主机猛兽 Minisforum 明凡 MS 系列迷你工作站。MS01 的推出是迷你工作站市场的一个转折点，它在基础配置里就提供了双 SFP 加万兆、双 2.5G 网口，还有可以直接使用雷电网络的双 USB4 接口，而它同时期的竞品的基础配置里仅仅只有一个1000兆网口，基础配置饱满，这可能就是 MS01 大卖的关键点。去年的这台 MS-A2 可以说是明星产品 MS01 的正宗接班人，基础配置里它同样具有双万兆 SFP 加和双 2.5G 网口，同样有提供75到80瓦左右供电的板载 PCIe 插槽，它的 CPU 是16核32线程的 AMD 最强悍的 Ryzen 9 HX 系列顶级移动 CPU。 而最劲爆的是这一台 MS02 Ultra， 它的基础配置里有 10G 和 2.5G 双电口，4个内存插槽支持最大 256G 内存，还有3个 PCIe 插槽，其中一个 5.0 能够供电150瓦，可以插满血5060半高双槽刀卡，顶配版本还有双 25G SFP 28网口。明凡的迷你工作站家族每一代都有精品， MS01、 MS-A2、 MS02 Ultra， 而他们的竞品也是我很喜欢的 Lenovo 联想 P3 家族。今天我们会详细对比一下他们的基础配置。来看一下，这是 MS 系列 CPU 的配置，最高有 9955HX 和 285HX。 MS01 我已经用了很久了，我这一台是 13900H， 以前我们有过完整的评测视频，这是它的配置。它的对标产品就是比它体积更小的 P3 Tile 近1，只有1升，非常厉害啊！来看一下两者的基础配置的对比。MS01 是使用移动标压 CPU， 而 P3 Tile 近1采用了可更换的桌面平台。如果很多人以后捡垃圾，它是一个优势啊。PCIe 插槽 MS01 供电能力更强，接近了80瓦， P3 Tile 近1只有50瓦。M.2 接口 MS01 玩法更多，有 U2， 有22110，但这是以前的存储便宜，有大船经常靠岸的情况下取得的优势，现在即使是二手存储也贵得吓人啊。MS01 的网络接口碾压标配只有一个1000兆网口的 P3 Tile， 双 USB4 也强于没有雷电的 P3 Tile 近1。性能释放桌面65瓦，对笔记本最高80瓦。体积 MS01 是 1.78 升， P3 Tile 近1只有1升，更小巧更迷你。所以 P3 Tile 近1的优势在体积和可更换的桌面 CPU， 而机身接口、内部存储还有扩展 PCIe 插槽 MS01 就占优了。 MS-A2 全面换装了 AMD Ryzen 9 HX 平台，16颗大核。相比 MS01 有2个重要升级，一个是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另一个是3个 PCIe 4.0 X4 的接口。我们把它对标 P3 Tile 近2，是从代际和性能对比上考虑的，并不是相同的 CPU 类型。其实 P3 Tile 近2相比于近1改变也不大。转换为对 Ultra 系列 CPU 的支持，
最高性能可以和 AMD 16颗大核的 Ryzen 9 HX 系列相当。另外，它还支持 CSODIMM 内存，这真是相当稀少。我只看见15代华硕 NUC 支持，所以我一定会在将来金兔白菜价的时候买一台，因为我确实有 CSODIMM 内存啊。P3 泰利金2的 MDR2 接口有一个是 5.0 的，而 MSI2 支持 U2 和22110，这一块算是旗鼓相当吧。PCIe 插槽供电，金2还是50瓦 ，A2 是接近80瓦，基础配置里的网口 A2 是断崖式领先。电源是 MSI2 标配240瓦，体积呢还是 P3 泰利金2一升较小。对比两者的基础配置，仍然是 P3 泰利金2体积和可更换桌面 CPU 占优 ，MSI2 是外部接口内部扩展 PCIe 插槽更佳，内部存储两者相当。这一台是超级猛兽，基础配置里就有4个内存插槽，满血的 HDMI 2.1， 双 USB 4 V2 等同于雷电5，还有一个 USB 4万兆加 2.5G 加 WiFi 7， 3个 PCIe 插槽 5.0x16 可分拆， 4.0x16 可分拆为3个 X4， 还有一个 X4， 这可以算扩展性拉满了。还有350瓦内置电源，它的净频也是非常厉害的。P3 Ultra 净兔4升的体积看起来差不多。对比一下技术配置， MS02 Ultra 使用的 CPU 是 Intel Ultra 移动平台， P3 Ultra 使用的 CPU 是 Intel Ultra 桌面平台，可更换它要厉害一点。MS02 Ultra 有4条内存插槽，要强于 P3 Ultra 的2个。内部存储 MS02 Ultra 基础配置只有2条，要比 P3 Ultra 3条少，最高版本 285HX 增加了2个。PCIe 插槽数量和可拆分能力再加供电 MS02 Ultra 都是碾压级别的。网卡 MS02 Ultra 的 10G 加 2.5G 也比 P3 Ultra 金2的单千兆要强太多啊！别说最高版本还有双 25G 的 SFP28， USB 接口也是碾压， P3 Ultra 没有雷电5选装，而 MS02 基础配置直接就是 USB 4 V2。 MS02 Ultra 的350瓦电源内置， P3 Ultra 还是外置 DC 电源，4升相对于 4.8 升，这个体积就不算优势了。整体对比 P3 Ultra 金2就只有可更换桌面 CPU 平台一项占优，存储可以算双方差不多。其他的外部接口 PCIe 扩展插槽、内置350瓦电源都可以算 MS02 Ultra 的强项。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明凡 MS 系列工作站它有一个超强的优势，就是基础配置十分强大，外部接口不管是万兆还是网口数量，还是显示配置，或者是 USB 接口能力，对竞品有碾压级别的优势。内部存储和 PCIe 扩展插槽能力也是大幅超过了竞品。有这样强大的基础配置， MS 系列工作站就能轻松应对各类应用场景，发挥出强大的性能。那么朋友们是更喜欢 1.7 升大小的 mini 型呢，还是喜欢 4.8 升这样的猛兽呢？我们简单开个箱， MSI2 电源线、 HDMI 线缆、4 pin 电源和螺丝， U2 SSD 转换板，说明书。这板砖大电源19伏 12.63 安，一共240瓦功率。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口、双 USB 3.2 金2 A 口、USB 2.0 接口。后面板双万兆 SFP 加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双 USB 3.2 金2 C 口，能输出 DP 信号， HDMI 2.1 接口，双 USB 3.2 金2 A 口， 19伏电源接口。
按压这里可以很容易抽拉出主板，底部、后部、顶部都有通风口。按压住这里，抽拉出主板。PCIe X16 插槽实际带宽是 4.0x8， 卸下3颗螺丝，取下风扇，双 DDR5 内存插槽，原厂配置了一条英瑞达 32G DDR5 5600Hz 内存。翻过来，取下3颗螺丝，背部有一个小风扇，用来给 NVMe 接口散热。1、2、3条 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 2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即使装满了3条 NVMe SSD， 后面这儿还有小风扇，散热是有保证的。这里有4频电源接口，能保证使用 U2 SSD 转换版的供电会占用这个 NVMe 接口。MS02 Ultra 电源线、HDMI 线缆、NVMe SSD 散热铁、螺丝和夹子、说明书、增强显卡散热的麦拉片。前面板 USB 3.2 晶耳 A 口，双 USB 4 V2 接口能输出 DP 信号，耳麦口、电源开关键、电源风扇、系统风扇、内置电源插座、手动电源开关、PCIe 转接挡板、HDMI 2.1 接口、USB 4接口能输出 DP 信号， 2.5G 网络接口、万兆网络接口，3个 USB 3.2 晶耳 A 口，2个 PCIe 转接挡板，这里可以安装半高双槽刀卡。手动取下2颗螺丝，抽出主板，350瓦内置金牌电源。PCIe 4.0x16 插槽可以拆分为3个插式，我这台是 235HX 版本。这里是 PCIe 5.0x16 的插槽，也支持拆分，旁边是 PCIe 4.0x4 的插槽。安装显卡需要取下这里的挡板。我们先翻转过来看一下背面的接口。小风扇，双 DDR5 内存插槽，英特尔 BE200 WiFi 7无线网卡，一组2280 NVMe SSD， 旁边是另一组空置的 NVMe 接口。取下横梁上的2颗螺丝，下面是6热管加双风扇的散热系统。这里是另外2个内存的散热片，取下散热片的2颗螺丝，拿下散热片，这是为内存专门散热的。双 DDR5 内存插槽，这里还有2个，一共有4个内存插槽。MSI2 的 BIOS， 32G 内存的频率为5200兆赫兹。这里设置性能释放，安静模式56瓦，平衡模式75瓦，性能模式85瓦。我们选择性能模式来测试。这里可以设置 PCIe 插槽的拆分，也可以设置 SSD 的速度，近3就是 3.0x4。这里可以设置来电置起。MS02 Ultra 的 BIOS， 64G 内存的频率是4800兆赫兹，这里安装了2个插槽，如果4个全插满，会降到4400兆赫兹。这里的性能释放是 PL2 100瓦
PLE 80瓦手动设置。这里可以设置来电制起。MSI2 8945HX 使用 i.6 单烤 FPU， 一开始从100瓦下降到85瓦，整机功耗从最高159瓦下降到130瓦， CPU 频率运行在 3.6GHz， 并一直保持。室温28度的时候， CPU 温度最高94度， SSD 温度最高50度。MS02 Ultra 235HX 我们用 i.6 单烤 FPU， 100瓦以上 CPU 功耗持续了52秒，下降跑在80瓦左右，整机功耗平均在115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4.2GHz， 在单烤的1小时以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80瓦左右，室温27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93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0度。我们首先使用两台主机的 CPU 来转码， 13900H 接近 780M 核显， 235HX 接近 285H 和 HX370， 8945HX 超过了 HX370。 CPU-Z 可以看到 8945HX 和 7945HX 几乎一样， 235HX 超过了 285H 和 HX370。 Geekbench 5多核成绩 8945HX 接近 7945HX， 235HX 超过了 AMD HX370 接近 285H。 Geekbench 6多核 8945HX 和 7945HX 持平， 235HX 和 285H 持平，超过了 HX370。 Cinebench 223 8945HX 多核成绩和 7945HX 持平，超过了桌面版的 14900KF。 235HX 超过了所有 HX370 和 285H。 Cinebench 2024 8945HX 多核接近 7945HX， 235HX 超过了所有的 HX370 和 285H。 Cinebench 2026 8945HX 多核成绩超过了 14700HX 10%， 235HX 超过了 HX370 和 358H。 Passmark 8945HX 多线程比桌面版 14900KF 还强啊， 235HX 超过了所有 285H HX370， 也超过了最新的 358H。 综合来看， MSI2 8945HX 多核性能超强，和 7945HX 持平。 MS02 Ultra 235HX 的多核性能超过了迷你主机中的王牌 285H HX370 358H。 我们给 MS02 Ultra 加装了一块 RTX 4060半高单槽刀卡，进 BIOS 发现 PLE 降低到了65瓦。如果要在独显直连的状态下使用核显加速功能，可以把这里的核显的设置变成 Enable。 我们先 FurMark 单烤 RTX 4060刀卡80瓦，再加入 CPU-Z 双烤， CPU 性能释放从100瓦慢慢降低到了65瓦， GPU 保持在80瓦。我们跑了 3DMark 的测试 ，TimeSpy 7655 ，FileStreak 21163 ，SteelRoman Lite 57.33 FPS。把 3D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我们来看一下，超过了上周我们测试的英特尔最强核显 358H， 也超过了幻影峡谷的 RTX 2060移动版，接近了 M4 Pro 的 Mac mini。接着测试游戏 ，DP 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接近190帧左右，复杂场景140多帧，比上周我们测试的 358H 高了接近50帧啊！我们继续提高画质测试 ，1080P 极端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帧，复杂场景70多帧，可以啊。
我们也测试了 2K 分辨率下的超高画质，普通场景90多帧，复杂场景70多帧，也能玩啊。地平线4，我们直接测试 4K 最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70帧以上，算是畅玩了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打开 DirectX 12，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93帧，比上周测试的 358H 高了接近20帧。升级到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平均帧59帧，比上周测试的 358H 高了9帧。英雄联盟 4K 极高画质，最后大团战200帧左右，随便玩。原神 4K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左右。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光追画质，没开真生成，跑性能测试。67帧，比上周测试的 358H 高了8帧。游戏里也开启 DLSS 真生成。100帧，可惜只有2倍真生成，不能像5060开4倍、6倍。老黄刀法精准啊！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高画质，超彩开到50，不开真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67帧，95%的帧率高于58帧。在这个基础上，在游戏里打开真生成，平均帧105帧，非常好。注意，这是 1080P 高画质，实战一下。躲不过，就此绝命吧！耍你呢！
以上就是我们的 MS02 Ultra 装置 235HX CPU， 加装了80瓦供电的 RTX 4060半高单槽刀卡，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这块刀卡目前只要2000多一点人民币，咱们这套配置啊，如果打游戏，大大超过了目前最强大的英特尔核显 Panther Lake 的表现。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91度， SSD 最高温度51度，4060显卡最高温度86.3度。我们也给80瓦供电的半高单槽刀卡 RTX 4060运行了大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结果是 44.25 Token 每秒，这个速度超过了 Max Plus 395和 M4 Pro Mac Mini， 可惜啊，我们的显存只有 8G。MSI2 的 HDMI 能够输出 4K 144Hz 10比特 RGB 显示信号， Type-C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60Hz 10比特 RGB 显示信号。MS02 Ultra 的 HDMI 能够输出 4K 144Hz 8比特 RGB 显示信号， USB 4接口能够输出 4K 160Hz 8比特 RGB 显示信号。235HX 的英特尔核显能解码 8K 60帧 AVE， 8945HX 的核显只能解码 4K 60帧 VP9。 A2 和02 Ultra 的原厂硬盘最高7000兆比的读写能力，能达到 PCIe 4.0x4 的最高速度。我们使用阿卡西斯最新的雷电5硬盘盒 TB501 Pro， 它支持最高 PCIe 5.0 的 SSD。 我们用了英锐达 T700 这块 5.0 的 SSD， 在 USB V2 接口上跑出了6200兆比每秒的成绩，在 USB 4接口上跑出了4000兆比每秒的成绩，非常厉害啊。MSI2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700多兆比每秒，这是我的 WiFi 6下不错的成绩。MS02 Ultra 的英特尔 B1200 WiFi 7无线网卡，在 WiFi 6的状态下能跑800多兆 bps， 是我的 WiFi 6很好的成绩。WiFi 7下下载600多兆 B， 上传1500多兆 B， 可以啊。2台迷你工作站的板载万兆网卡都能跑出 9.41GB 每秒的速度，2块网卡都跑满了带宽，没有兼容性问题。MS02 Ultra 235HX CPU 性能释放是80瓦，加装显卡后 CPU 性能释放65瓦，显卡性能释放80瓦，整机功耗最高不到210瓦，最高待机功耗才11瓦和25瓦。我们的350瓦的内置电源还有很多余量，可供以后折腾。MSI2 8945HX CPU 的性能释放是最高85瓦，整机功耗最高没有超过165瓦，待机最高功耗18瓦。我们的240瓦的外置 DC 电源还可以给一个半高单槽刀卡4060供电。MS02 Ultra 235HX 加装4060显卡后， CPU 待机温度46度， SSD 待机温度43度，4060显卡待机温度42.6度。MSI2 8945HX CPU 待机温度42度， SSD 待机温度34度。MSI2 小主机85瓦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5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3分贝。MS02 Ultra 小主机80瓦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7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5分贝。今天我们完整测试了 CPU 性能释放达到85瓦的 MS02 Ultra 235HX， 同时也测试了给它加装80瓦性能释放的4060显卡在图形 AI 和游戏中的表现。它确实是迷你工作站的怪兽，是现在最疯狂、最具想象力的迷你主机产品。即使是这台装置 235HX 的基础版本，它也有万兆电口，也有 USB 4 V2 等同于雷电5，也有3个 PCIe 插槽，也有满足你以后各种升级需求的内置350瓦电源。
即使你现在不需要双 25G SFP28 网络接口，但你仍然保留了以后单独购买它升级的可能。它国补后只要4100元，我觉得它比任何一台 HS370、任何一台 285H 的迷你主机都要值得。现在一块4060刀卡2000元，加上就可以拥有大幅超越 358H 的图形和游戏能力，而且功能扩展的空间简直是无限啊！它可以满足你很多对于一台迷你主机各方面的需求。当然，你得忍受它的体积超过了3升，这是我唯一觉得它可能的缺点。我们也测试了同样是 CPU 性能超群的 MSI28945HX， 85瓦的性能释放，使它的 CPU 性能名列所有迷你主机的前几名。这台 1.78 升的小机器有双万兆、双 2.5G， 有支持 U2 和22110的3个 PCIe 4.0x4 的存储，它有可以拆分的 PCIe 插槽，你可以装半高单槽4060刀卡，可以安装 PCIe 转接多 NVMe 卡。唯一的缺点是2个 C 口不是 USB 4。 MS01 是一代经典，据说全球大卖1亿多元，这至少是几万台吧。它有一些缺点，比如 PCIe 不能拆分，3个 M.2 PCIe 不全都是 4.0x4 的，但它确实是一个明凡迷你工作站的开创者。开创的是基础版本的迷你工作站，那就应该把料堆满，不能给个1000兆网口，说你可以后来再加其他的网口。这样我买到的产品除了 CPU 性能稍有不同，其他方面我也同样有无限可能去升级我的应用，满足多方面的需求。我们评测的这3台设备都有 PCIe 插槽，可以额外增加显卡或者存储卡。我认为作为一个迷你工作站，可升级性才是这个产品最关键的功能。所以基础配置饱满、可持续升级、适应性强，这几点是我们观察迷你工作站是否优秀的关键指标。总结一下， MSI28945HX 85瓦的性能释放， MS02 Ultra 235HX 80瓦的性能释放，两者都能添加最高80瓦性能释放的半高单槽刀卡，作为 AI 计算、图形处理和玩游戏的工具。 MS02 Ultra 还能添加半高双槽刀卡，比如5060，图形性能会更上一层楼。多网口万兆加 2.5G 的基础组合，多 PCIe 接口，基础配置就有了强大的接口，不用额外选配。明凡迷你工作站强悍的扩展能力，能适应各类功能需求。对明凡这几台迷你工作站，我们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